我到加油站，那个酒店突然就啪当一声就直接倒了，2-3秒的时间啊，那个酒店直接塌了，停了。2020年3月7日晚，福建泉州嘅羅先生落班開車，途經霞美東路嘅新星加油站，佢望咗下車上油標，覺得係時候去加翻少少油啦。佢慢慢咁將部車開入加油站，落車叫咗聲加油，身後突然間傳嚟一聲巨響，佢轉頭一睇，嚇到掉低部車衝出咗加油站。原來旁邊嘅一座建築物突然間倒冧，呢座名為欣佳酒店嘅建築物點解會突然間倒冧呢？咁一切就要從佢嘅老闆楊金昌開始講起。楊金昌係泉州嘅本地人，得益於印尼親戚嘅資助，經歷咗大躍進同埋文化大革命嘅楊家，過得都仲算可以。楊金昌小時候學習成績一般，但係佢性格開朗。高中畢業之後呢，楊總呢就喺當地開咗一間汽配廠，咁真正咁成為咗個老闆。楊老闆生活條村就叫做上村。1969年嗰時候呢，當時嘅泉州江南鎮政府派咗3名代表嚟到上村，要求租借一塊200畝嘅土地做種子農場。上村呢就以解決本村村民就業為條件，應承咗鎮政府。時間到咗1983年，當時已經係改革開放嘅時代，村民們紛紛借住改革開放嘅東風出去打工，鎮政府亦都唔再需要主動咁為農業提供種子。呢個時候大家仲未有房地產嘅概念，咁嚿農地呢就成咗最冇價值嘅嘢。鎮政府呢就打算將呢個農場承包出去，回翻少少水。咁經過投標呢，楊老闆呢就獲得咗20年嘅承包權，就種啲果樹賺翻少少錢。鎮政府呢作為二房東租借咗屬於全體村民嘅土地，再租借出去俾人哋。咁呢一切呢係咪合法呢？村民呢就唔識嘅，亦都冇乜興趣。咁等到村民們覺醒嘅時刻，就要到2001年。喺呢一年呢，鎮政府唔知點解又變卦，將啲舊地呢就租俾一間企業。但係楊老闆嘅租約仲有2年先到期喎。佢揾到相關部門講：你哋呢提前結束租約，要賠錢俾我先得。不如咁啊，你將呢嚿地嘅其中一部分俾咗我，就作為我嘅補償金。咁就好比二房東提前收翻間屋，就將廁所嘅物權就送俾租客做補償。既做球員又做裁判嘅二房東鎮政府，居然自己做起咗業主，違法咁將個土地轉讓俾別人。咁當然啦，鎮政府可以講呢個係歷史發展嘅必然進程，係法治不健全嘅改革陣痛。罰酒3杯，乜事都冇。農地呢就攞到咗啦，咁楊總呢就肯定希望呢個補償呢能夠為佢帶來真正嘅收益。於是呢，佢又揾到咗一名名為吳在進嘅老闆，合作就開加油站，並以加油站嘅名義獲得正式嘅商用土地使用證。按照鎮政府要求，楊總呢需要補償翻俾村民一筆補償金，先可以獲得呢個土地使用證嘅。但係楊總呢買通咗村政府嘅工作人員，冇花1分錢就獲得咗個土地使用證。唔單止係咁，新星加油站開工嘅時候，仲偷挖咗歸屬於隔離新澤村嘅山地，將個坡地挖冧咗之後推平，以佔用更大嘅土地面積。被侵犯到利益嘅新澤村村民聯合起身到加油站嘅工地鬧事。順帶一提，呢個村民俾政府割韭菜、違法變賣土地，又開始喺土地上面鬧事嘅事情，喺2010年之前嘅中國係非常之常見嘅。政府處理呢類賣地糾紛，亦都係維穩一次嘅由來。楊總同埋吳總為此揾到啲江湖大哥，趕走晒啲村民。咁有可能會有觀眾會問：點解冇見到警察叔叔呢？對於警察點解冇維護正義嘅問題，或者佢哋覺得呢個糾紛更加適合喺法庭上面解決。於是村民們又揾到咗律師，將楊總同吳總欠錢不還、佔用土地嘅事情告上法庭，要求撤銷楊總嘅土地使用權證。咁喺2012年呢，李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就判決村民勝訴，新星加油站不服上訴，就喺2審期間
李城區政府唔知點解又覺得係時候出嚟維穩啦。2013年，楊金昌賠償俾村民200萬人民幣，雙方達成和解。咁啊，至於楊總同埋吳總點解有咁大嘅能量可以揾到區政府嘅支持，呢個我哋不得而知。但係吳總喺解決咗村民呢個大難題之後，反而係同埋楊總撕破咗面皮。吳在俊呢就狀告楊金昌刻意隱瞞土地狀況，要求賠償。楊金昌呢就反告吳在俊冇結清嗰啲尾款。雙方嘅爭執最終亦都喺偉大嘅人民法院面前得以妥善解決。咁睇得出嚟呢，人民法院要麼不出手，只要一出手呢，任何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嘅。楊總同吳總雖然冰釋前嫌，但係過去兄弟把酒言歡嘅日子就一去不復返啦。而通過開加油站呢個理由，楊總獲得咗呢塊商用土地嘅40年使用權，於是雙方將土地一分為二，一個人開加油站，另一個人就搞起咗物業租賃。2010年以後，隨住中國經濟嘅高速發展，中國居民逐漸買得起汽車，而 4S 店嘅概念亦都逐步深入民心。喺啲大城市嘅入口嘅寬大嘅主幹道旁邊，總會有一啲汽車品牌經銷商不約而同咁集中喺一齊，開設一家又一家嘅 4S 經銷店。通常大家都會將呢啲區域稱之為車城，而楊總嘅呢塊地附近嘅路邊，同樣亦都出現咗唔少 4S 店。楊總覺得，不如我搭個鐵棚租出去俾 4S 店賣車，一年輕輕鬆鬆賺咗100萬。於是佢又揾咗個工程隊，搭起咗一座鋼架構嘅建築。按理嚟講，無論係混凝土抑或鋼架構，呢啲都係需要報批住建局嘅。未經審批自行搭建嘅建築就必然係違法建築。但我哋嘅楊總通過當地一條冇文件嘅違法嘅行政命令，冇經過審批就私自搭建起咁樣嘅一座幾層樓高嘅建築物。住建局冇做審批，執法局又冇做檢查，喺個城市裏面，一個咁樣嘅違法建築就咁肆無忌憚咁搭建起身啦。開頭呢，就有一家進口車行租用咗呢個建築，不過呢，做咗幾年就做唔落去。然後呢，建築物嘅東面呢，就俾一家修車店租用，西面呢，就有一家賣中華牌汽車嘅車行。然後呢，第二家車行呢，亦都做唔落去，西面呢，又空置咗落嚟。至於建築物樓上空間嘅租賃情況，我哋不得而知。但係從後面嘅改建計劃嚟睇，楊總佢肯定係唔滿意嘅。於是到咗2017年，佢決定喺建築物嘅中間增加幾層，改為旅店。亦就係事故中嘅欣佳酒店，原本只有3層嘅鋼結構建築，喺地基未有變動嘅前提下，居然又喺中間砌入層板，強行增加到7層。咁樣嘅胡亂改造，由於楊總賄賂咗一啲部門，居然一路綠燈，俾佢順利攞到咗個體戶營業執照，欣佳酒店順利開業。就喺故事嘅開頭，2020年3月7號下午，一台大巴停咗喺欣佳酒店嘅門口。從車上落嚟嘅，除咗幾名穿住白色防護服嘅工作人員，仲有一班拖住行李箱嘅乘客。佢係從所謂嘅疫情區域嚟到泉州，而被政府強行要求隔離嘅。從2020年春節開始，武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。所有嚟自疫區嘅人員，尤其係嚟自武漢附近幾個城市嘅人員，都必須喺專門指定嘅隔離酒店做隔離。而喺其中呢，就有做豆腐生意嘅黃濤同埋楊丹夫婦，同埋嚟自湖北省公安縣嘅黃濤嘅父親同埋表弟。佢哋係因為新冠疫情勞動力市場揾唔到工人，而自願嚟幫助黃濤嘅，亦都係因為從外地過嚟，佢哋連同黃濤夫婦都成為咗所謂嘅密切接觸者。政府要求佢哋到指定賓館隔離7日，觀察是否出現病徵。而佢哋咁啱就分配到咗呢個欣佳酒店。佢哋落車攞到咗行李，見到旁邊係一個關門嘅肉菜市場，以及一家汽車維修店。佢哋從左邊嘅門口走入酒店，走向咗未知嘅命運。佢哋唔知道嘅係，呢間喺前不久
仲喺度做住臨時加固工程嘅酒店，淨係喺2018年到2019年期間，就因為未按規定辦理住宿登記而被處罰咗3次。喺2019年7月，仲因為未按時報送年度報告而被列入咗異常經營名錄。唔單止係咁，由於建築物頻頻發生問題，2019年年底，阿楊總進行加固維修期間呢，工人已經發現建築上嘅主要支撐鋼柱已經出現咗嚴重嘅變形。我哋嘅楊總居然要求工人隱瞞。由於臨近春節，佢計劃年後之後再復工繼續維修。但係呢座即將倒塌嘅鋼結構建築，隨住武漢肺炎嘅爆發，再冇機會進行維修啦。更加不可思議嘅係，呢家違法經營嘅酒店，通過楊總嘅關係網，居然成為咗隔離酒店。泉州咁多嘅酒店可以揀，政府部門卻揀咗一座危樓，大量嘅住客入住，加速咗建築物嘅變形同埋倒塌。隨住晚上7點15分嘅到嚟，建築物外牆玻璃爆裂，然後轟然倒下。2021年1月，中共趁熱打鐵，將呢件事嘅調查結果作為反腐宣傳影片嘅其中一個主題。出鏡人士就包括楊總、樓層加裝工程嘅承包工頭、公安局副局長、消防大隊領導等嘅事件負責人等。全片嘅基調就係呢啲人罔顧法律、違法違規，但係對於制度方面是否存在漏洞，以及如何封堵呢啲漏洞，係一概不提。其實咁又啱嘅，呢條片只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，而唔係制度反思片。或者大家都覺得制度係好嘅，錯嘅都係下面呢啲執行制度嘅人。咁如果規則本身唔能夠阻止執行人破壞呢個規則，呢個到底係咪一個好嘅規則呢？從1983年政府違法承包土地開始，到2019年泉州市排查危險房屋為止，呢個裡面到底存在住幾多制度上嘅漏洞？又有多少人去真正去關心呢啲漏洞呢？1983年，現喺湖北省嘅黃埔嘅湖北，點樣都諗唔到，就係呢一年喺千里之外嘅泉州，一次土地承包責任制改革嘅投標，決定咗佢將來嘅繼任。而對於黃濤以及中國千千萬萬嘅黃濤們，亦都諗唔到呢個係一個轉折性嘅2020年，佢哋將會面對嘅係2年多嘅所謂疫情風感，以及日後嘅經濟蕭條。本期我哋就先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